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。我先讲个数字，225亿美元的订单积压，不是苹果，不是特斯拉，而是一家你可能都没听说过的公司 Symbotic， 代码 SY。再给你一个数字，今年1月初 Serve 这只股票在短短几天内暴涨 40%。一位分析师说，它是2026年 Physical AI 领域最佳投资之一。黄仁勋在今年1月 CES 展会上说了一句话：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已经到来。各位听懂了吗？2024年是 AI 软件元年，那2025年到2026年就是 AI 硬件，准确说是具身智能 Embodied AI 的元年。什么叫具身智能？简单说就是给 AI 一个身体。ChatGPT 再聪明，它也只能在屏幕里跟你聊天。但如果 AI 能走路，能搬东西，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，那就是具身智能。今天我们不聊特斯拉的 Optimus， 那赛道已经挤满了人。我们聊两个被严重低估，但有巨头站台的玩家。Serve 英伟达投资的街头送餐机器人，市值只有10亿美元出头。Sam 沃尔玛压住的仓储机器人，坐拥225亿美元订单，市值约100亿美元。一个是 To C 的街头实验，一个是 To B 的仓库包工头，一个烧钱换数据，一个有订单但利润薄如纸。问题来了，谁能活到最后？谁会成为英伟达背后真正的赢家？今天我们死磕逻辑，不讲故事，只看数字。英伟达的街头实验，先说 Serve。这家公司2021年从 Uber 分拆出来，专门做人行道上的小型送餐机器人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自己走的外卖箱，50磅重，在人行道上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缓缓前进，给你送披萨、送咖啡。听起来很小儿科是吧？但黄仁勋说他爱死这家公司了。1月7号 Northland 的分析师 Michael Latimore 给 Serve 定了26美元的目标价，比当时 10.38 美元的收盘价高出 150%。 因为 Serve玩的不是送外卖，而是数据。它的 Gen 3机器人配备了英伟达的 Jetson 平台，这是英伟达专门为边缘 AI 设计的芯片。每一台机器人在街头跑1公里，就是在给 AI 模型喂数据，什么路况，什么人群，什么天气条件下该怎么走。截至2025年底 Serve 已经完成了超过10万次配送，部署了2000台机器人，覆盖洛杉矶、迈阿密、芝加哥、达拉斯等6个主要城市。他跟 Uber Eats 和 DoorDash 都签了合作，这2家加起来占了美国外卖市场 80% 以上。但问题来了，他赚钱吗？答案是不。2025年前9个月 Serve 的总收入只有 194.5 万美元，你没看错，不到200万。运营亏损6700万美元，毛利率负 481%。 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他每送一单外卖，不仅不赚钱，还要倒贴4倍多的成本。现金储备倒是有 2.1 亿美元，但这是靠融资撑起来的。如果按照目前的烧钱速度，这点钱能撑2年就不错了。Serve 的赌注是2026年能实现10倍营收增长。管理层预计2026年营收能达到2500万美元，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别忘了，它2025全年才250万美元，10倍增长也才2500万。对于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，这个营收简直是笑话。所以 Serve 是一张高风险、高弹性的彩票。如果你相信英伟达的眼光，相信具身智能的未来，那你就买 Serve， 但你也得做好归零的准备。SIEM 沃尔玛的仓库包工头，SIEM 这家公司玩的是完全不同的游戏。Symbotic 做的是仓储自动化，用 AI 控制的机器人在仓库里搬箱子、码货架，听起来没什么性感的，但它解决的是真实存在的工业痛点，人工短缺和物流成本飙升。想象一下沃尔玛这种零售巨头，全美有几千个配送中心，以前靠人搬货，现在人力成本越来越高，效率还低。SYM 的系统能让仓库吞吐量提高几倍，同时把人力需求降低60%到 70%。 这不是概念，这是已经在运行的生意。2025财年截至9月 SYM 的营收达到 22.4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6%。 更恐怖的是，它的订单积压到了225亿美元，
就是说客户已经签了合同，未来几年要付的钱总共有225亿，这是确定性收入，不是 PPT 上的画饼。客户名单也很豪华，沃尔玛、Target、Albertsons、CS、Wholesale 都是美国零售业的巨头。最近他还拿下了 Medline， 美国最大的医疗用品分销商，正式进军医疗物流领域，全美有500多个医疗配送中心，这是个巨大的新战场。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但魔鬼在细节里。我们不看概念，只看3样东西：烧钱速度、资产负债表、订单质量。Serve 的财务真相薄如纸的资产负债表。先说 Serve， 我们前面说了，他2025年前9个月收入不到200万，亏了6700万。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他的资产负债表薄得像一张纸。截至2025年 Q3 Serve 的总资产是多少？ 3.46 亿美元。听起来不少，但其中 2.1 亿是现金，剩下的基本都是机器人、设备和一些无形资产，主要是收购 Vayu 和 Phantom Auto 带来的商誉。换句话说，除了现金，它几乎没有值钱的硬资产。负债呢，干净得令人发指，几乎没有债务。这看起来是好事，对吧？没有债务压力，但问题是它也没有造血能力。2025年 Q3， 它的运营亏损是3480万美元，其中研发费用1340万，运营和行政费用更是因为新市场扩张和收购整合而飙升。每个季度烧2000万到3000万，一年就是8000万到1个亿。手里的 2.1 亿现金能撑多久？答案是2年，也许不到。除非他能在2026年真的实现10倍营收增长，并且把毛利率从负数拉到正数，否则到2027年他要么再融资，要么就凉了。Serve 的投资逻辑本质上是一场赌博，赌它的 AI 模型能快速提升，赌它的单位经济模型能在2026年到2027年实现盈亏平衡。如果赌对了，10倍不是梦；如果赌错了，归零，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。再看 SYM 的财务状况比 Serve 健康太多了。2025财年营收 22.47 亿，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.47 亿，现金储备 12.45 亿美元，比 Serve 多了6倍。225亿的订单积压，意味着未来几年的收入基本锁定。听起来完美，对吧？但我要给你泼3盆冷水。第一盆，毛利率低得可怜。虽然 SYM 的毛利率从2024年的 7.7% 提升到了2025 Q2 的 19.6%， 但这依然是一个很低的数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做的是硬件生意，机器人、传送带、AI 软件，这些东西都要实打实的造出来、装起来，不像纯软件公司，复制成本几乎为零。SYM 的每一个订单都要消耗大量的资本开支和人力。2025财年 SYM 依然是公认会计准则下亏损的净亏损9100万美元。虽然比2024年的亏损收窄了，但这意味着它还在烧钱换规模的阶段。第二盆，沃尔玛依赖症。SYM 的最大客户是谁？沃尔玛。沃尔玛贡献了 SYM 87% 的收入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如果沃尔玛哪天决定换供应商，或者放慢自动化速度， SYM 基本就废了。虽然他最近签了 Medline， 开始向医疗物流扩张，但短期内沃尔玛的依赖度依然是个巨大的风险。第三盆，部署延迟风险。SYM 在2025年 Q3 发布了新一代存储系统，能让仓库存储密度提高 40%， 部署时间缩短。听起来还行，但问题是新系统的推出导致了部署时间表的调整。管理层在财报会上说，2026财年上半年的营收增长会不那么明显，下半年才会加速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短期内订单转化成收入的速度会放慢。这对于一个估值已经很高的公司来说，是个很危险的信号。烧钱效率对比，我们看看谁的1美元更值钱。Serve 2025年营收约250万美元，亏损约9000万美元，也就是说，每烧1美元换回 0.03 美元的收入。SYM 2025年营收 22.47 亿美元，调整后 1.47 亿每1美元的营收，能带来约 0.065 美元的调整后利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 SYM 的烧钱效率明显更高。但别忘了 Serve 还在数据积累阶段，它的价值不在于今天的收入，而在于未来的 AI 模型和规模效应。这就像问，
你愿意买一个还在亏钱但有想象空间的初创公司，还是买一个已经有收入但增长放缓的成熟企业？答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。投资逻辑，谁买 Serve， 谁买 Sim。Serve 适合3种人：一、相信英伟达眼光的人。黄仁勋说他爱这家公司，那就是有原因的。英伟达在 AI 领域的眼光已经被无数次证明了。如果你相信具身智能是下一个万亿赛道，那 Serve 就是这个赛道里最纯正的标的之一。二、能承受本金归零风险的激进投资者。Serve 的股价在2025年跌了 23%， 但2026年初就反弹了 40%。这种波动性不是普通散户能承受的，你得把 Serve 当成一张彩票，要么10倍，要么归零。拿出来投 Serve 的钱必须是你亏光了也不影响生活的钱。三、相信最后1公里配送是刚需的人。美国的外卖市场是个4500亿美元的赛道。根据 ARK Investment 的预测，到2030年，机器人配送市场能达到4500亿。如果 Serve 能吃下哪怕1%的份额，那就是45亿美元的营收。以现在10亿出头的市值，还是有想象空间的。谁该买 SYM？SYM 适合另外3种人：一、看重业绩兑现的稳健投资者。SYM 不是 PPT 公司，它是真的在赚钱，有订单，有客户的。虽然毛利率低，但至少是一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意。二、相信工业自动化趋势的人。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革命，人工成本越来越高，物流效率要求越来越严。SYM 解决的是真实存在的痛点，而且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技术能落地。三、愿意忍受低毛利、慢增长的长期投资者。SYM 不会像科技股那样暴涨暴跌，它的增长是稳定的、可预测的，但也是慢热的。如果你期待的是1年翻10倍，那 SYM 不适合你。但如果你愿意等3到5年，看着它慢慢把225亿的订单转化成收入，看着毛利率慢慢提升，那 SYM 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还有第3种选择，都不买。为什么？因为具身智能这个赛道现在还处在验证阶段。Serve 在证明最后1公里配送是不是真的需要机器人， SYM 在证明仓储自动化的 ROI 是不是真的划算。如果这2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行业就会爆发，到时候再上车也不迟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现在买了就是接盘侠。最聪明的做法也许是把 Serve 和 Sim 都加入观察列表，每个季度看1次财报，等他们的单位经济模型真正跑通了再下手。我个人觉得具身智能很美，但硬件制造是残酷的绞肉机。SEWare 和 Sim 一个在街头，一个在仓库，但他们面对的挑战本质上是一样的。如何把 AI 的智能转化成真实世界的价值，这不是写几行代码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你得造机器人，得维护，得处理各种意外情况，得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拿许可，得说服客户掏钱。这条路比做纯软件难太多了。就像美国淘金热的时候，真正赚钱的不是淘金的人，而是卖铲子的人。在 AI 的淘金热里，英伟达就是那个卖铲子的。那 Serve 和 Sim 是什么？他们是拿着铲子下矿的人，能不能挖到金子，还得看运气，看执行力，看天时地利人和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在他们证明自己能稳定挖到金子之前，现金流才是他们的血液。SWIFT 手里的 2.1 亿能撑2年， SWIM 手里的 12.45 亿能撑得更久。但如果他们烧完了钱还没跑通模式，那就是游戏结束。所以买 Serve 得把它当成一张高风险高回报的期权，买 Sim 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低毛利但有确定性的成长股。如果你不确定，那就等他们用季度财报证明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这里是只说逻辑不追热点的美股坐标系，咱们下期见。